日本这次演习地点和规模，从演习想定的指向性来看，就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别的目标，没有什么合理性，更好像是他们找这么一个场地，让部队进行一个大规模热身。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这么一个大规模热身的背后，至少也说明了日本心里很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日媒报道，是号称日本28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军演啊，15号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这个28年以来最大的军演大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全体参加，海空掩护，陆上机动。那么一共要动用2万辆车、120架各种飞机，还有兵力10万。驻日美军也会派遣部分人员友情客串。要搞演习嘛，肯定得有个演习想定啊，就是要设想一下，这个是在什么地点和什么人，为了什么事儿打多大规模的仗。而这次演习呢，用了10万人马，陆海空全上，可见他演的是全面战争。而这么大规模演习呢，以前往往考虑是在北海道，就是假设俄罗斯在北海道登陆，但是这次地点呢是在日本西南的九州，甚至要把北海道等地的部队从最东北的地方调到最西南。可见假想敌这回就不是俄罗斯，而九州这个地方啊，向西南方向正好面对的是台湾，向西呢就正好是对着上海。所以有专家就分析了，这是日本人预想台湾有事情况下，如何用日军力量配合美军行动。但就算是配合美军行动的话，也是2个可能性，一种是日本有没有可能打算调集部队海外用兵，另一个呢就是保护自己本土和离岛。但是无论是哪个可能性啊，这次演习的兵力规模都显得没有什么逻辑。比如说海外用兵，怎么海外用兵？难道是打算登陆台湾，协助台军吗？不过我相信日本人再狂，也没有可能在解放军眼皮底下往台湾运兵，而且10万兵啊，那就是10万人头往海里送。再说了，在海外用兵10万的话，日本全国兵力才多少啊？这一下子拿出去1半以上的兵力，本土就必然空虚，除非是全国动员扩军，以现有的部队为骨干，征召退伍军人，还有其他预备役人员。而且呢，演习中还有征用民间的卡车、轮渡、铁路的环节，说明这个兵力集结是非常的短暂，非常仓促。那么这个演练呢，也是个紧急动员的那种状态，不像是那种有准备的海外用兵。那么如果说是本土防卫呢，好像也不太讲得通。以前我们说本土防卫啊，日本搞演习比较多的是离岛防卫，就是台湾或者钓鱼岛方向打起来了，日本设想就是围绕中日中间那么几个影响台湾钓鱼岛作战的几个岛屿进行争夺。比如说在石垣岛布置的导弹就有可能威胁到钓鱼岛附近的航行安全，那么日本人认为解放军有可能会夺取石垣岛，那么日美就要考虑如何把这个石垣岛重新夺回来，这就是离岛斗争嘛。但是呢，那几个岛的容量也根本展不开10万人马呀。那么就算是保卫九州岛，这也说不过去。我们对台作战的同时，不太可能抽出这么多部队去登陆日本。而且呢，就是日本如果干涉台湾的话，我们最多也是火力压制日本海空力量。登陆九州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况且解放军对日本领土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么10万日本人守九州，这个也完全是多余。除非日本人真的是幻想哥斯拉登陆九州，否则的话，这个演习也说不通。所以呢，日本这次演习地点和规模，从演习想定的指向性来看，就根本就没有一个特别的目标，没有什么合理性，更好像是他们找这么一个场地，让部队进行一个大规模热身。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这么一个大规模热身的背后，至少也说明了日本心里很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俗话说得好，不作死就不会死。日本人搞什么样的规模，我们先不说。如果这演习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日本本土的合法利益，那个我们肯定没有意见。但如果日本搞这些演习练来练去，总是想着为了台湾这些地方跟中国搞对抗，那么就是他们自己不要体面了。既然他们自己不想体面，我们帮他们体面一下也不是不行。好，关于15号开始的这次日本28年来最大规模的演习到底想干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